我是凯晴。之前呢，我就上传了2支我去菲律宾念语言学校的影片，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会不会有兴趣了解更多？因为我个人来说，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。今天呢，就收集了一些可能大家对于菲律宾语言学校会有的问题来做分享。那这支影片呢，跟上2支一样，我都会用国语来拍摄。那可能有人会好奇，为什么你不用广东话？那我在影片的最后面说。那现在正式开始吧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关于我自己的，我为什么要去游学？那其实我在上2支影片都有大概讲一下原因。虽然以前我在中学、大学都是用英文来上课，然后报告啊、功课都是要用英文来完成，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是非常好的，顶多就是有一些基础这样子。那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，像是新闻记者啊、旅游记者，还有现在的创作者等等，其实不太需要跟外商开会，也不需要用英文报告，生活的环境也不需要用到英文，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口说能力越来越退步。去语言学校就是想要把自己丢在一个英语的环境。那几年前，其实我已经有出国念英文的打算了，那时候一直在想要去澳洲念还是菲律宾念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有留意游学的资讯。那刚好有一天呢，就受到代办的合作邀约，所以就继续讨论这样子。去语言学校念英文有什么优点吗？首先，念英文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比如说在学校上课啊、线上课程啊、自学等等的。去语言学校体验就是其中一个方式而已，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预算还有目标来做打算。那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念书的人，又觉得线上课程虽然很方便，但是不太有趣，而且我觉得有些俚语真的是要跟人相处下来才会听到学到。加上本来我就很喜欢去不同国家生活体验，所以游学对于我来说是我最有动力学英文的方式。而且我觉得游学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学习，更多的是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，跟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，或者是一个你离开舒适圈的机会，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、去旅游、去探索，这些都是游学的附加价值。比起单单学英文，我觉得去游学能够收获的比你想象中的会多很多。选择菲律宾的原因，第一个呢就是很现实，菲律宾游学就是比起欧美、澳洲、加拿大游学便宜。除了机票跟整体的消费水平都相对便宜之外呢，另外我上网有看1个月游学的课程加住宿，在菲律宾的话呢，1个月大概就是要5万到7万台币。至于欧美国家的话呢，有可能会到7万到10万。而且菲律宾游学的费用已经包含3餐、打扫、洗衣、网路了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课程来说，菲律宾语言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1对1的课，解决了初学者在团体中不敢开口的障碍。老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程度去规划不同的教材，针对学生较弱的项目进行调整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游学的话呢，我觉得菲律宾相对来说 CP 值是比较高的。去语言学校真的能够学得到英文吗？那如果你本来是完完全全不会讲英文的人，你想要去1个2个月就可以到英文很流利 native 的那样程度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。但是我觉得你一定会比较敢讲，然后可能生活旅游用的英文是够用的。但如果你要聊到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，比如说社会、政治、宗教、历史等等的话，可能就是还要再看多一点相关的书，听多一点相关的节目，这样我觉得是一定会进步的。毕竟你多学一个词语，其实也是在进步嘛。然后你在那边的学习心态跟决心都很重要。这次来菲律宾啊，我有发现学校里面很多日本、韩国、台湾人，可能吃饭、下课的时候很容易同一国的人都会聚在一起聊天。那他们都是用他们国家的语言，而不是英文。可是我也有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就是一直逼自己讲英文，像是主动认识不同国家的人啊，或者是跟同一国家的朋友沟通都是用英文。那这样他们进步的幅度就会比较大。另外呢，就是时间方面，我之前那2集都有提及过了。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学英文，而不是纯粹去体验的话，我觉得至少要待1个月。那通常我认识的同学，他们都是待1个月到3个月左右。老师有口音吗？我发现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会问我这个问题。其实我本身好像没有很在意口音
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语言就是沟通的作用。你去到全世界，也不可能每个人的英文口音都一样，像是英式英文啦、美式英文啦、澳式英文啦，香港也会有港式英文，那菲律宾也一样。那确实有一些老师会有菲律宾当地的口音，但目前我上课的老师他们的口音都不会很重，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美式的发音。其实英语本身就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。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说，他从小就是用英文来学习其他科目，然后从小也很喜欢追美剧啊、看英文书等等的。但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那位老师的口音的话，那其实学校都会有换课的制度。学校有什么课程呢？那其实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大致上会分成3个类型：斯巴达、半斯巴达，还有自律型。最大的分别呢，就是每天上课的堂数，还有外出的规定。以我学校 EV 为例，我们就是有分斯巴达还有半斯巴达。斯巴达的课程呢，就是每天都会有单字还有句型的课程，还有自习的时间，然后礼拜1到礼拜4是不可以外出的。半斯巴达的课程呢，就是没有每天的测验还有自习，每天都可以外出，可是就是有门禁。我学校的门禁呢就是10点，礼拜5、6的是晚上12点。那 EV 呢，除了有大部分学校都会有的一般英语课程，还有强化口说 （Power Speaking）、雅思、多益、商务英文、数位英语等等的课程。那在学校呢，都会有换课的制度的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那个课程，或者是不喜欢那个老师上课的方式的话，你都是可以透过学校来申请换课。同学的英文程度不一样，那老师会怎么安排呢？那其实如果有看我第1支影片的话，就知道，语言学校第1天呢，就是会有一个入学的测验，分级的制度呢，可以精准细分学生的程度，客制化课程，所以基本上跟你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是差不多程度的。我英文一句都不会听不会说怎么办？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学校会根据你不同的程度分配不同的课程给你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很多语言学校都会配有会说中文的学生经理。如果一开始你到学校遇到可能没办法用英文沟通的情况，都可以找学生经理去帮忙。而且我觉得去到那边就是不用怕多讲英文，你自己觉得讲不好没关系啊，因为你的同学都是要去那边学英文的，所以大家就会很有耐心的去听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我知道在香港跟在台湾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很在意自己文法，对不对？可是真实去到国外，他们真的不会动不动就去纠正你的文法。也是老话一句，语言本来就是沟通的作用而已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课程本来就是要教你文法或者是 speaking 的话，可能你这一句文法有错，老师也会立刻去纠正，可是不会让你觉得有压力。我觉得语言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敢讲。像我老公，我完完全全没有教他广东话哦。很多人问我，你老公怎么学广东话的？没有哦，我真的没有教他。然后他就是一直很敢讲，讲错了没关系，就觉得很可爱很好笑而已。可是他就慢慢，就好像现在讲的蛮顺的哎。那最多人问的就是游学的总话费是多少钱呢？首先，不同学校、不同课程待的天数，然后还有你睡的是校外还是校内的几人房、1人房、双人房、4人房的费用都是有分别的。那主要付的费用呢，就是有出发前的学费、来回机票、签证、保险。抵达当地之后呢，要缴学校的杂费啊、书籍费啊、宿舍的水电费等等。那我这次的代办非凡游学，他们的网站都可以估价。我在这边举个例子，像如果是报我学校的半斯巴达课程4周，住校内的双人房，估算的费用就是台币62879。那大家也可以自行去他们网站去估价看看。念语言学校一定要经过代办吗？我可以直接联系学校报名吗？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呢是不能够直接联系学校报名的，一定要经过代办。那台湾这么多家代办，我要找哪一家呢？其实他们性质都差不多，可能会有一些服务上啊，或者是合作商家的差别，或者是有些代办会办自己的活动。那我这次的代办非凡游学，他们在菲律宾有驻点，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加分的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多咨询几家代办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比较重要。我是香港人，香港很少代办，我可以去台湾找代办吗？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因为我这次去念语言学校的时候呢，整个学校只有我跟另外一位香港人，然后他呢就是在香港
找台湾的代办来帮他申请的。网络方面呢，这次我的代办在出发前有给我一个菲律宾的网卡，然后去到菲律宾那边呢，就是可以实名开通。可是呢，因为我想要一下飞机就有网络，所以其实我有在虾皮那边买了eSIM。我觉得网络非常可以耶，我吓到，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担心那个网络不行，然后我不能上片怎么办？可是我觉得除了你普通滑社群，然后传讯息完全没有问题，连上那个 YouTube 影片都非常的顺利。但是如果你在台湾可能用习惯那个中华电信啊，或者是你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，那可能会觉得菲律宾的网络没有在台湾这么好，或者是觉得它的 WiFi 不稳定。治安，那其实我出发前呢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蛮担心菲律宾那边治安的问题。可是本来不管到哪个国家都要随时的注意安全。首先钱财不露白，我带出去外面的钱都不会太多。包包我也是会长期的都是放在前面抱紧紧。在菲律宾的时候呢，我真的好像在街上蛮常看到有配枪的保全的耶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你去到哪里都要自己注意安全。交通方面呢，菲律宾除了马尼拉之外呢，其他城市都是没有自己的铁路系统的。在宿务，我最推荐的交通工具就是 Grab， 跟泰国跟越南一样，可以设定上下车的地点，也可以事先知道搭乘的费用，比较安全，也不用上车跟司机沟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白牌车，就是蓝计程车。上车的时候，拜托一定要跟司机讲你要跳表，你可以跟他说100 meter 这样，不然其实不只是菲律宾，像我上次去澳洲，我也是被司机坑钱。再来呢，在宿务有吉普尼，这是当地最普及的交通工具。最特别的是呢，它是由以前美军军用车改装而来的。搭车的费用真的很便宜，我上车大概10分钟才13 peso 而已。那吉普尼呢，可以随时的上下车，可是没有冷气，动线也比较乱。可能上车之前你要问清楚有没有经过你的目的地。现在呢，还有一种吉普尼改建的新型公车 Beep， 上面呢就是有冷气的。关于菲律宾的交通呢，我目前只去过宿务，在路上很少会看到红绿灯，或者是路人根本不在意红绿灯，所以人车争道是蛮常见的，塞车也是常态。最后呢，就是关于钱啦，那菲律宾币 peso 呢有几点要注意的。第一，在台湾要先换好美金，再来菲律宾换 peso， 因为汇率比台币直接换 peso 真的好很多。第二呢，就是在百货商场换钱，汇率比机场好。我今年2024年5月去，在百货公司换的时候是58，然后在机场换54而已。第三呢，就是不要一次换太多 peso， 用多少换多少。听说这里的纸钞每隔几年就会换一次，重点是换新之后呢，旧的纸钞就不能再用了。所以不是常来菲律宾的话呢，建议不要一次换太多。第四呢，就是多备零钱，因为可能你坐吉普尼啊，或者是计程车，都有可能遇到司机没办法找零的状况。终于，我用国语拍完一集 QA 了，我不知道最后剪出来是多少，但是我现在是拍了46分钟。有观众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我这次去语言学校的影片都是用国语来拍，而不是广东话？其实这次我去游学呢，就是有跟代办合作。那在出发前呢，我有跟他们讨论过，他们希望我用的语言。那因为宣传的对象都是台湾人，台湾对比起香港来说，会去游学的人的数目真的是多很多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会用国语来拍影片的原因啊，真的是又要练习英文，又要练习国语。菲律宾游学的影片呢就告一段落了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记得回去看我上2支影片。那我之后呢也会出关于我在薄荷岛旅游的影片。如果大家对于菲律宾或者是语言学校有任何的问題的話呢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問我哦。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，拜拜！而家我都開始喺 Instagram upload 各式各樣嘅 reels， 記得 follow 我，仲要 follow 埋最新開嘅旅遊 Instagram 啊！Let's have a good day, no matter if it's rainy day。看電影、刷咖啡，咖啡廳喝 latte，與你一起。